Hello，我是咕咕彩，又是裸 K 系列。裸 K 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指标，单看 K 线图去判断走势行情或是一些讯号。这次裸 K 系列要介绍的是缺口。缺口是技术分析图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讯号。开始之前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加入赖群或是 Telegram 频道一起分享还有讨论。还有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是玩台股的朋友，影片中的涨跌颜色是相反的哦。缺口是指在 K 线图中相邻的两根 K 棒之间有一块价格区间是实体跟上下影线都没有重叠到的，这个区间就称为缺口。也有人称跳多或是跳空，有人会解读跳空缺口是因为流动性不足造成，这样说是没有错的。会有没有重叠到的价格区间，代表那个区间是没有人交易，没有交易量，也就是流动性不足的意思。缺口常常出现在股市、外汇、期货，因为这些金融商品都有开收盘的时间，像是台股每天的9点到1点半，外汇则是周末不开盘。在收盘的这段时间，如果有出现什么新闻消息、企业财报优于预期或是劣于预期、国家政策的重大改变等利空利多，休市的时候，价格也就是 K 线，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。所以在下次开盘的时候，直接向上或是向下跳空呈现。加密货币因为是24小时365天开盘，没有收盘的时间，但是并非绝对没有跳空的情况，只是比较少有跳空缺口。在币市，如果出现跳空缺口，有可能是品种的流动性不佳，突然有大笔资金的买卖，就会有可能造成某段价格区间没有成交量，直接跳空或是跳多，比较常出现在不知名的小币或是炒作币上。交易所的报价不连续也是有可能造成跳空缺口的原因，交易所深度不够或是规模比较小，其实这跟流动性不佳是差不多的意思。缺口有4种类型：普通缺口、突破缺口、逃逸缺口，还有捷径缺口。普通缺口是一种常见的类型，通常出现在盘整的行情，但是对于预测走势还有趋势，或是具有明确讯号的意义是比较薄弱的。普通的缺口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会被回补，比较没有分析的意义，像是股票的股性不同，也像是有些僵尸股，它偶尔才会有人交易，这种就很容易留下跳空缺口。或是有些原物料商品，因为报价会不断的更新，像是原油 ETF 会随着它的报价起起伏伏，又有开收盘时间，所以也会造成这类的衍生性商品的 K 线图上有很多的缺口。普通缺口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这是台积电2021年9月到2022年1月的日线图，可以发现价格在黄色区块这边来来回回的盘整，但是其中留下的缺口，这些都是普通缺口。普通缺口也有人称为是区域缺口。突破缺口，当价格盘整了一段时间，突破或是跌破盘整区间，出现向上或是向下的缺口，这种就称为突破缺口，这是一种强势的表态。这个缺口的出现，通常表示一段新的行情即将要走出来。突破缺口也代表强力的支撑与压力，或是买卖点的讯号。如果是真的突破，短时间内这个缺口不会被回补，价格会一直往突破的方向走，而且伴随着大量，更可以肯定这个是有效的突破缺口。但是如果是假跌破、假突破，很快就有可能会被回补。这个是特斯拉2020年9月到12月的日线图，这边就有一个突破缺口的例子。逃逸缺口，当价格处在上涨或是下跌走势时出现的盘整状态，中继盘整后再出现的跳空缺口，通常代表会继续延续这个走势，而且不容易被回补。这类的缺口称为逃逸缺口，又称为中继缺口，伴随较大量的成交量，也代表这个动能是持续的。捷径缺口，捷径缺口通常代表行情到了尾声，末升段或是末跌段，这类的缺口出现后，很容易会被回补。这个缺口也是代表多方或是空方最后的力道。缺口出现后，发现价格不再上涨或下跌，这边就是捷径缺口。这里可以找机会或是讯号做反向趋势的行情。这个是示意图，总结这4种缺口。另外，如果你是玩股票的朋友，股票的除权息跟减资不是因为交易造成的跳空缺口，不具有判断走势的意义。缺口出现在什么样的图表比较有判断的价值呢？越大周期的越有参考性，周线图绝对比日线图来得有参考性。特性比较不容易留下缺口的图，
如果哪天比特币出现了缺口，我会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号。外汇如果过了周末开盘留下缺口，并且在短期内没有回补，我也会认为这个具有参考的价值。重要指数类的缺口，像是美国4大指数、日韩股市指数、中国的股市、上海、深圳、泛欧指这一类的指数类，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缺口的介绍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给我一个免费的赞，还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